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our HSK2 grammar serie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make comparisons in Chinese using the be sentence structure. This is an essential grammar point if you want to describe differences clearly and naturally in Mandarin. Let's break it down step by step with simple examples. 嗨，你好呀，非常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开启今天的交流。无论你现在是正挤在早高峰的地铁上通勤，还是说正在为接下来的一个关键会议在脑海中做预言，或者你就是带着对新事物那种纯粹的好奇心点开了这次交流，我们都齐极开心你能在这里。没错，非常欢迎你。今天呢，我们要带你解锁一个超级实用，就是在中文日常交流里出场率极高的一个表达神器。对，它的使用频率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我们想啊，在生活中你要怎么向别人说明今天的天气，或者说，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杯子和另外一个事物有什么不同，就前设了我们要探讨的核心比字句。这个比字句啊，很多初学者一听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让晕人？是会有一点这种感觉。但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这个看似复杂的比较逻辑，干脆的拆解成几个就像搭乐高积木一样简单的公式。也就是化繁为简。对，你完全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听完你马上就能在生活中用起来。哇，好，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其实特别期待接下来的内容，因为我们不仅会聊到最基础的那个 A 对比 B， 还会看看怎么去比较两个动作，甚至还有一些能让你听起来瞬间就像母语者一样的隐藏技巧。没错。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也是最核心的一块积木，我们叫它 A 比 B 的万能三明治。三明治这个比喻特别好，你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 ，A 和 B 就是外面的两片面包，两片面包。然后比这个字就是中间的夹心。当你说 A 比 B 的时候，这三层就叠在一起了。基础已经打好了。对，接下来你只需要在后面加上一个形容词来决定这个三明治是什么味道，也就是说你的比较结论是什么。让我们直接拿最直观的天气来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们要把今年和去年做对比。好，你来搭这个积木。我把今年当成第一片面包，对吧？然后去年是第二片面包。没错，中间放上夹心。那就是今年比去年，然后加上形容词，比如冷，连起来就是今年比去年冷。非常完美，这就是最经典的中文比较逻辑，一条直线直接给出结论。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想说不仅仅是冷，而是那种冷很多很多呢，我要怎么把这个程度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点进阶操作了。你只需要在那个形容词的后面加上一个补充说明的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补语。哦，补充说明。对，比如刚才那句，如果你想说冷了很多，你就在冷后面加上多了两个字。今年比去年冷多了。就是这么简单。那如果在生活里，比如我要对比两个杯子的大小，我的杯子是 A， 他的杯子是 B， 我可以加别的补充词吗？比如我的杯子比他的小一点儿。完全可以，一点儿就精确地表达了这个微小的差异。再比如我们平时聊年龄和身高，你可以说他比去年高了不少，或者他比我大3岁。哇，加上具体的数字也可以，他比我大3岁。没错，所以你听着我们的探讨，你自己其实也会发现，中文的逻辑真的非常直接。先摆出你要比较的两个事物，再加上结论和具体的程度，你能感受到这种直白之美吗？确实超级直白，完全不绕弯子。好，那刚才我们比的都是高矮、热内这些状态，如果我们要比的是动作呢？动作。对，就进入了我们的第二个核心探讨。当比遇到动作，如果我们想比的是谁更喜欢做某件事儿，该怎么说？如果只是比谁更喜欢做某件事，格式极其简单，你直接把那个动作整个扔到句子的最后就可以了。直接放在最后。能举的例子吗？比如唱歌？没问题。A 是他，B 是我。你可以直接说
他比我爱唱歌，他比我爱唱歌，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不是在比谁更爱唱，而是要比谁唱得更好听呢？这个是在评价一个动作的好坏啊。这个需求特别普遍。为了给动作打分，我们需要一个小工具来帮忙，就是得这个字，双人旁加上一个右边的得。得。不及实用的隐藏规则。什么规则？中文给了你2种完全平等的表达自由。2种？等一下，你是说同一个意思有2种说法？没错，第一种，你可以把比某人放在动作的前面，比如他比我唱得好，或者他比我来得早。他比我唱得好，先把对比的人放前面。对，第二种呢，你也可以把比某人移到动作的后面，变成他唱得比我好，或者他来得比我早。他唱得比我好，他唱得比我好，这2句听起来都好自然呢。是的，他们在日常交流中是完全等价的。初学者听这2句可能会有点紧张，怕选错，其实完全不用害怕，因为你怎么说都是对的。哈哈，这就让人放心多了。不过说到动作，我们经常还需要更加精确，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3个核心模块——精确到分秒的较量。这里的精确指的是关于动作发生的早晚还有多少。没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可以把自己带入这个场景。周末朋友聚会，有人迟到了，或者大家在运动打卡，比拼运动量。对，这种生活场景太常见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精确表达那个差距？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你需要把早、晚、多、少这4个字直接放在动作的前面。放在动作前面？能具体演练一下吗？比如关于时间，你想说一个同学提前到了，你可以说他比我早到教室。早到。那如果是迟到呢？比如他晚了几天才来，你可以说他比我晚来3天。晚来3天。晚放在来这个动作的前面。那关于数量呢？比如运动。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说他运动的时间没你长，你可以说他比我少运动15分钟。少运动15分钟。哇，直接把早晚多少顶在动作前面，太巧妙了。你知道为什么这很重要吗？这不仅仅是个语法规则，它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最常用的一种精确把控对话细节的方式。掌握了它，你就掌握了对话的颗粒度。确实，说话立刻就显得很有条理。好，那既然聊到了条理和自然，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说话更简练一点？就来到我们的第4个核心探讨——母语者的隐藏法则。这个隐藏法则第1招就是化繁为简的省略魔法。怎么个省略法？如果你们对比的是同一个东西，后面那个名词是可以直接扔掉的。比如我们最开始说的杯子。对，原来是我的杯子比他的杯子小，但其实你可以直接说我的杯子比他的小。第2个杯子完全不需要说我的杯子比他的小。哇，马上就干脆利落的。这确实体现了日常交流的高效性。除了省略，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迷人的细节，我叫它时间旅行。时间旅行，我们在聊语法怎么突然科幻起来了？是因为比较不一定非得是2个人，你完全可以和时间比。和时间比，比如你想夸一个孩子长高了，你可以说他比去年高了不少。你看，直接在比字后面加上了去年这个时间点啊，就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进行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没错，这就像是一场自我成长的时间旅行，特别地道。这太有诗意了。不过，我突然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我想反驳呢？比如有人说今年比去年冷，但我觉得没有。我要说今年不比去年冷吗？听，千万不要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吗？这也是个常见的陷阱。要表达否定，你必须用没或者没有来彻底替换掉那个比字。必须替换掉。对，不能说不比。正确的说法是今年没有去年冷。今年没有去年冷。那刚才那个唱歌的例子呢？你可以说他没我唱得好，或者他唱得没我好。用没直接把比的位置顶掉，
他没有我唱的好，我记住了，这绝对是保命技巧啊！你要是记住没有这个词，在所有的比较里就能游刃有余去表达不赞同。没错，不赞同时就用没有。好，聊了这么多，现在让我们带着你，就是正在听我们参考的你，做个脑海中的视觉实战演练吧。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画面。对，画面一有2个小女孩，一个是姐姐，一个是7岁的妹妹。你要怎么用我们刚才的积木表达她们俩的年龄差异？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静态对比。答案很简单 ，A 是姐姐 ，B 是妹妹，形容词是大，所以是姐姐比妹妹大。很好，再来一个画面2，你看着墙上的温度计，昨天是-1度，今天是-5度，要怎么表达？依然是基础结构。今天是 A， 昨天是 B， 形容词是冷。答案就是今天比昨天冷。如果你还在脑海里加了程度，比如今天比昨天冷多了，那就更棒了。这种脑内的画面模拟学习非常有效，你会发现这些简单的结构在实际应用中力量极其强大，而且非常直观。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解锁了这么多内容，从最基础的今年比去年冷，到评价动作的他唱得比我好，还有精确到细节的晚来3天。是的，最后还学会了怎么用没或者没有去果断的否定。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一切都只需要套用那几个简单的积木公式。其实理解了比字句，不仅仅是学会了几句话，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你其实是掌握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观察世界的方法。对，语言本身不仅仅是刻板的规则，它是我们用来衡量万事万物、去理解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一把标尺。有了比，我们才能给世界定位。把它当作丈量世界的标尺，这个说法真的太棒了。不过，在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最后，我想给你留一个稍微有些特别开放性的问题去思考。哦，什么问题？刚才我们一直在探讨如何熟练地将 A 和 B 放在天平的两端，去精准地衡量它们的高低、好坏、冷热。但是，当你的大脑习惯了不停地将所有事物都去衡量比较时，这会不会悄悄地改变你体验事物本身的方式？这个反思很深刻。如果我们不去比，事物本身的价值又该如何定义呢？如果不去比谁唱得好，唱歌本身的快乐是不是会更纯粹？放下那把标尺，去感受存在本身，这也是一种极高的智慧。是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试用你今天学到的这双比较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同时也偶尔试着放下比较，去感受事物最原本的样子。非常期待你能在生活中发现这种平衡。非常感谢你今天抽空参与我们的这次交流，祝你今天过得充实愉快。我们下一次深度的探索之旅再见了。下次见。 Great job finishing today's lesson. Now you know how to use be to compare people and things, how to form negative comparisons with may or mayo, and how to structure your sentences more accurately. If you enjoy structured Chinese grammar lessons like this,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HSK content. And if you'd like personalized support and speaking practice, you can book a trial lesson through the Preply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n the next lesson, we'll learn how to use 真 in exclamatory sentences and how to form imperative sentences with 别 and 不要了. See you next time!